我去求圣上，给你和萧怀瑾赐婚。你这个逆子人！大不了我指使桂田带着怀瑾回老家去，也断不会让你进门。你就是天煞孤星！儿子愿等父亲回心转意。先把那个始作俑者找出来吧。信王已经许久不来听取了，该去会会信王了。王才女在将房刺史，我俩志趣相投，算是朋友。若她不是父皇的预期，一定大有可为。王爷恕罪，奴婢笨手笨脚，扰了王爷跟县主的好兴致。不要！行刺之事好查，但县下我有另一笔账要算。静和，太史丞，真难得你又聪慧又简单。屋子淡了。县主，县主，县主，好热。我们要不要把窗户纸弄破？什么？县主，快来帮忙！别怎样，不会好些。我中了迷，没力气了。县主，快过来！通风之后会好很多。我扶县主过来。太师长，得罪了。
老大，你醒了？少兄呢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惦记太史城呢？被送回萧府了。老大，你再怎么说也是个女儿家，以后夜里禅，你带上我好不好？孤男寡女独处一室，再怎么说传出去也不好听啊。我查案被人暗算了，我当然知道了，但是别人不管那么多的。皇家秘辛，当然是说的越刺激、越离谱越好了。一个内侍说在成宫听到了怪声，还看到了鬼火，非得说闹鬼了。之前寒凉殿那案子闹得宫里人心惶惶的，那个内侍就和一队禁务卫去把成宫里里外外搜了个遍，然后在最里边那个房间看到了你和太史城。那岂不是传得人尽皆知？是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老大，你故意的？对啊，动静闹大了，那人才能光明正大的来打探消息。娘子万安，韦贤妃万安。佩仪，快过来。我一听说承恩宫出事，就赶忙过来了。承恩宫是圣上赐给韦贤妃的寝殿，虽然还在修葺中，但终归算是他的地方。承恩宫从修葺开始就事故不断，如今竟发生了这种事，你怎么会去那儿？是在查玉树的案子？我们查到他在宫中与人有私，幽会之处就在承恩宫。这么大的罪名啊，有何实证？那夜去查案，有些线索无法告知韦贤妃。我就说这承恩宫风水有问题，我必得向圣上恳请，不如就推倒重新建算了。是啊，皇才女在韦贤妃的废宫中与人幽会，去世前又与韦贤妃颇有来往，也不知这中间有何因缘。佩仪，圣上和我都不喜欢你查案。今日遇到这样的事，旁人不会在意事出何因，只会为一夜风月添油加醋。随他们去说好。胡闹！你可是李家的女儿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事关皇家的颜面，可不是你服个软撒个娇就能解决的。圣上让人把你送到我这儿来，说明他已经知道了，还默许我来处理。我若处理不好，圣上就要亲自出面了。娘子打算如何处理？我去求圣上，给你和萧怀
有个儿子。是，信王征。1年前为了表孝心，求圣上恩准他负责修葺承恩宫。那他岂不是有入宫特许？是。我只知道娘子对我最好啦。县主，怎么样？去查信王，与玉书暗中见面之人，很可能就是他。我是问你和太史丞怎么样了？解决了。淑妃说要给我们赐婚。怎么就赐婚了？太史丞那么老实一个人，跟我刚好般配啊。那接下来去哪儿？去救太史丞。我本是武将之后，年少时因家中获罪，入宫做内侍，一直在净房做清教工，又脏又臭，人人避之不及。这偌大的皇宫，金碧辉煌，花红柳绿，都与我无关。宫女再美，宫花再艳，我都未曾多看一眼。每日做完工，都得回到那间常年不见天日的小屋里。陪伴我只有老鼠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遇到了韩萧。我们清教宫很少往掖庭去，每月发俸都派一个人把我们整个净房所有人的钱都领了，免得去的人多，招人厌烦。这什么味儿啊？好臭啊！哎呀，清教宫什么时候也能直接来掖庭领钱？那是我们净房所有清教宫的钱，我不敢丢一分，我只能拼命捡。掏粪呐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？该不会是偷了吧？我问你话呢，你这些钱全都是哪来的？啊？是不是闲得慌？太闲的话，跟我去给淑妃种花。韩小姐姐，你饶了我吧，这大热天的，我会中暑的。还不快滚！哎，是。我入宫10几年，第一次有人帮我出头。发什么呆呢？快把钱收起来，回去吧。第一次有人对我笑，那个人就是韩萧。自那次之后，只要我干完活，就会想办法去看看他。他在淑妃宫里做事，想见他很难。不过我也有我的法子，能远远的看一眼，也是好的。但后来我发现，他跟那些人一样，瞧不起我。韩笑姐姐，胡监座，上次那笔钱，利钱可以给你最低。多谢胡监座。不过嘛，跟我来吧。好。还有什么可清高的？还不是和那些人一样，嫌贫爱富。
所以你就杀了他。你们若不想听我说，那我就不说了。大理卿稍安，大理卿。罗硕，你继续说。后来，我听说他要出宫了，我想着总归是最后的机会了，就偷偷写了封信给他。没想到他连回都没回，我还以为我们这辈子再也不会见面了。但缘分这事还真是说不准呐。他就那么蓬头垢面、衣衫褴褛地躺在水沟里，被送回我身边了。我明明救了他呀，好生待他，可他还是嫌弃我。我是他的恩人呐，没有我，他就死在路边了。我把他关在我的卧房里，让他陪我。这次他不拒绝了，学乖了。后来呢？过了10余日吧，他就死了。可我没想到，他到死之前还惦记着胡达，每天胡达念叨个没完。最后陪在他身边的人，不还是我吗？你是因为嫉妒，才杀了胡达。胡达他不该死吗？可是韩笑已经委身于你，你为何还要杀他？我没杀他，他身子太差。有一天，我干完活回来，就发现他死在屋里了。死了也好，死了就彻底不能离开我了。不过才3日，他就臭了，身上长出疹子，很难看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把它埋了。你可以把它烧成灰，也可以将它抛尸宫外。为何要将它弃进宫墙之中？这样，我每天运送公桶的时候，就能看到它了呀。若是只有10余日的时间，能造成这样的伤痕吗？伤痕的颜色有深有浅，显然是旧伤位于右天心上，最早的伤至少在半年以上。唉，
韩笑出宫后，想必一直在遭受虐待。他到底是去哪儿了？娄绰一定还有很多话没说。你先去查查胡达，若他只是因为嫉妒而杀了他，没有必要如此大张旗鼓。是。对，是被一辆马车接走的。几个女孩先出来，你妹妹就追了上去。可是他们去哪儿了？玄都观只管登记他们离开的时间，去哪里是不知道的。应该就是这儿了吧？桃枝，你看这儿多好呀！我就跟你说了没事吧？这里啊，肯定是个好营生。真不错。胡大能介绍什么好营生？还是小心一点吧。反正你也知道我们就在这儿了，能放心了。快去找你哥哥吧。姑娘们都到了，跟我来吧。哎，走。这地方好奇怪。这管吃管住的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是啊。可是这房间好暗啊。以后呢，你们就住在这儿。现在先把过锁交出来。过锁。过锁。郎君，你这里是做什么营生的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先拿出来。若要做工，就应该先给个凭证，为什么要把人的过锁收走？哪那么多废话呀！不说清楚就收人过锁，一定有问题。之前说好的工钱，还作数吗？作数。只要你们好好干，钱只会多不会少。给多少钱也不能留。桃枝，我需要钱。你当真不走了？不走了。不管是做什么工，都得先做几日试试看。你当这是什么地方？随便来去。我管你是什么地方，在西京城，你还想把人墙扣住不成？王道之，你怎么打人啊？别不识好歹，不守规矩，自然要挨罚。可我从没答应要给你们做工。想走可以。10贯钱，10贯钱，10贯。这可怎么办呀？你们还觉得这是正经营生吗？你是在什么地方发现韩笑的？上次不是说了吗？在道正坊的一条小道上，他趴在水渠边。道正坊街巷众多，
是哪一条？不记得了。你回来的路上，有没有看到什么？有。那天可是我跟韩笑大婚的日子，我怎么会忘了？一路上，所有人都在恭喜我，许多小娘子凑在一起叽叽喳喳，都在暗中议论我。不过都是些胭脂俗粉，不像韩笑，身上的香味淡淡的，离远了闻是香的，凑近了闻又是甜的，所以我更喜欢凑近了闻。还有呢？还有花，有好多花，我这辈子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花，五颜六色的，比那淑妃花园里的还要好看。要我说，只有韩笑身上开出来的才那么美。还有人给我敲锣打鼓做喜乐，叮叮当当。还有人唱歌呢，真好听。好多小孩子拎着小篮子跑过来找我，要洗钱，要赏钱，我给他们发糖吃，他们都非常高兴。这是唯一一条穿过道正坊的水渠，我们从北向南找。走了这么久也不见花，更没有小孩和娘子。哎，1文钱2文钱，买的针来买的线，买了花布做鞋面。哎，来看看，来看看，哎。这会不会就是娄绰说的？敲锣打鼓做喜乐，叮叮当当，好多小孩子拎着小篮子跑过来找我，要洗钱。那鲜花和娘子们呢？如果他说的喜悦并非喜悦，那么花或许也不是花。哎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拿着吧。这就是各种颜色的花。这么看，莲花跟果真如真花一样。鲜花也有了。娄绰最后路过的是卖货郎，之前是灯笼铺。我们接着往前走。这就是娄绰以为有人在议论他的地方吧？许多小娘子凑在一起叽叽喳喳，都在暗中议论我。娄绰所说的水渠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是脂粉的味道。不对。这条巷子太小，附近又没有大宅，谁家的娘子会用这么多脂粉？除非这附近有酒楼妓馆。怎么是这里？寒光巷，娄绰在杀死胡达的附近遇到了韩笑。根据胡达马夫的说法，胡达每次离开的时间大概是在半个时辰之内。若要及时赶回玲珑居，又不被马夫察觉，他所能去的是在这个范围之内。这栋楼就在这个范围内。但先前已经有内卫来查问过，这些酒楼住宅都说没有接待过胡达。去看看。
回事？有老鼠，吓死我了！怎么每次都是你，大惊小怪的？这新来的不懂规矩。方才惊吓的分明是个女子。哪有什么女子，只有这黄口小儿。抓着了，抓着了！你看。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陶芝，再给我把你腿打断！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急什么？你没想挨揍是吧？阿娘。到了此处，别怕没活干，现在就给你们个保障。这绣红楼实在是奇怪，天井里挂着的丝绢，像迷魂阵一样，感觉四处都藏了人。那些丝绢的颜色大有讲究，是为了聚集纳财。不止这些，还有厅堂门边的松柏，房梁上的桃木剑，这些与绣红楼装饰格格不入的摆放用物，都是为了开运聚财。什么绣楼会连一根线头毛絮都看不到？你还记得水渠里的脂粉吗？这么多脂粉，这楼中绣娘应该不少。不，绣娘很少会施粉黛，因为脂粉会落在绣绷上，污染绣件。县主的意思是，这绣红楼只是被布置成了绣楼的样子。陶芝，都怪我。你何苦这么折腾？我们这些出工人，想在外面靠自己找份营生本就不容易。我们又不像你，还有个在朝中当差的哥哥做倚仗。你这么一闹，我们大家都跟着你受牵连。你这怎么能怪陶芝呢？他不也是为了我们吗？你怎么能这么糊涂？这若是个正经营生，为什么来了会不让走呢？现在还把我们关在这像笼子一样的地方。就算饿死在街头，我们也不能不明不白的死在这里。这人呐，命数如何，不光要看生身父母，还得看再生父母什么来头。这胡达就是因为给自己找了个有钱义父，才能在宫里放贷，谁也不敢惹他。义父，西京富商孙之望，是西京百姓所说的孙八方，就是他。听说这人极为看重八字命理，西京城的大师他几乎都找过。连义子都难逃命数，
这干爹也不能随便认。你们记不记得胡达曾经说过，韩笑出宫前只勉强还上本金，剩下的利息被他一笔勾销了。做生意的，再有钱也不会随便把欠账抹掉，做赔本买卖。欠下的债自然是要还的，只不过是看怎么还。胡达除了放贷之外，还给出宫的宫女介绍营生。他是要这些工人做工赚钱来还高利贷。对，我打听到韩笑出宫前因为还不上钱一直寝食难安，后来胡达给他介绍了一份营生，这才踏实下来。有没有可能就是去了绣红楼？别忙活了，你出不去的。我比你们早来几个月。姐姐，这里到底要做什么？等你们到了楼下库房就知道了。库房，库房，我会把你一起救出去的。万年县衙把绣红楼老板的身份给我了，叫陈有道。见到此人了吗？没有，说是去苏州收蚕丝了。我查过了，他在西京城只有这一处产业，家眷都在苏州。他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人，陪我走一趟。孙中儿是哪里人？和绣红楼老板一样，是苏州人。那人很有可能是孙之望请来掩人耳目的，必须得查查这个孙八方。这次不拜访，咱们直接上门拿人。拿人太粗鲁了，上门拜访他不见，那就让他来请我们。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哎，你还不快滚，非逼我报官呀？不必麻烦，我就是官。关娘子，您来正好，就是这个江湖术士骗吃骗喝的，骗到我们醉仙楼来了。你是哪儿来的仙长？为何在此作乱？神南山下，无望仙长。什么仙长？他就是个骗子。
有话好好说，发生何事了？半个时辰前，这个人大摇大摆地走进我们醉仙楼，哎，我赶快上去迎接呀。客官，想用点什么？今天店里有活鱼。手里举着什么？不知道呀。歪门邪道的术士，骗吃骗喝的。仙长为何叹气呀？仙长，请坐。请。方才看出了什么？能否指点一二？镜花水月皆虚妄，繁华万古转头空。此殿处处冲煞，店主今日坎坷，终夜难寐，邪祟作乱，破命伤财，不日还将有大灾。仙长，我家主家呀，最看重的就是布局。您看这里摆放的，哪个不是吉祥招财的东西？店里的生意呀，好得很呐。就是。若真是看出些什么，还请仙长明示。姓胡的主家近日可有事端？胡说八道！我们主家姓孙，不姓胡。仙长如何称呼？神南山下无望仙长。仙长可否说的再详尽一些，我好禀报主家。你们主家并不姓胡，许是我看错了。仙长留步，快，上最好的饭菜，切莫怠慢了。啊？去。哦，我们恭恭敬敬的招待，他可倒好，坐那一句话不说，只顾着吃。既不解挂意，也不付饭钱，说的那就一个云山雾罩的呀！哎，净捡那些不好听的说也就算了，还出言诅咒我们，我这才跟他吵起来的呀。你吃了这里的饭菜，为何不付钱？这菜不是我点的，是他们端上来请我吃，吃完却又说要付钱。这钱我不能给，也给不起。不付钱也行。既然你说他家主家有恶煞，那你就把化解之法也说了吧。
不是我不肯说，而是这煞太蹊跷，不是一时半刻能够化解的。你不会真是信口开河，骗吃骗喝吧？这位官娘子，你把这筷子掷出去，便知我是不是骗子。看来这位官娘子近日也是颇为不顺，碰到事尽是些人命官司，线索也是查到哪断到哪。说的不错，不过就这点本事的话，也抵不过醉仙楼一顿饭钱。哎，就是，管挖不管埋，你算什么本事嘛你？仙长还能看出什么？官娘子当真要看？当然。泽风大过卦，痴人苦吃梦中梦，玲珑难求身外身。此卦之意，好事难谋，休要琢磨。看来这位官娘子心中也有抓不住又放不下的执着、迷惑，却又不能同外人道，心结难解。此卦能否抵一顿饭钱？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这是说中了呀，真神了，连脸色都变了。都别看了，散了，散了。郡主，郡主。这案子只能我来查，如今有些眉目，不需多时便能查明真相。若交给旁人，我无法安心。一提起查案，你就是这样子。切记，别伤了自己，别再出人命了。毕竟这件事情闹的动静实在是太大。圣上千万别将此事告诉淑妃娘子，九娘横死，娘子已受重创，切莫让她再为我担心。待我将凶手绳之以法，我再去探望娘子。县主，算我求你了，你下次千万别不打招呼就做这种事儿。这次多亏太史城了，不然我就要跟你上坟祭酒了。你放心，我命硬得很。我每天都觉得脖子上的脑袋在打晃，不知道哪天就掉下来了。那就让太史城给你卜一卦，看看。
我怕不能完成县主的性命之托。我信得过太史丞，我信不过自己。太史丞来那夜局，不会就是想来看看我死没死吧？是这个案子的凶手。你也察觉到了。按照周贺兰的说法，崔曼说设局谋害15公主，动手的应该是袭击你我的那个黑衣人。如果黑衣人与崔曼说是同谋，为何会突然对他起了杀意？如果是同谋反目，黑衣人点火后躲在舞台下，之后混入回纥王子队伍出宫，先是偷袭你，再回到内侍省杀死刘德义。若是再去延寿坊杀死崔曼书，时间上根本就来不及。杀死崔曼书的另有其人。但如果有人杀了15公主，而另有一人在为公主报仇，那3位贵女以崔曼书沆瀣一气杀死他们的，就可以是同一人。以你对公主的了解，什么人会为她报仇？如果可以，我希望那个人是我。找到凶手，也是在为公主报仇。崔曼书身上的伤口极深，而且刀口是斜向下刺入，说明凶手比崔曼书要高，力道很大。凶手能找到延寿坊小院，应该很清楚公主与崔曼书之间的恩怨，能如此决绝地为公主报仇，若非终身死士，便是情深意重。县主余毒未清，还是先休息吧。找到凶手，为公主报仇，你说的。县主总是这样以命相搏。在关心我。好不容易把你救回来，我不想是一场徒劳。太史丞昨日在周贺兰面前维护我，还没跟你说谢谢。那周贺兰口出谎言，妄议县主父母是以下犯上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。看来端王府的事，太史丞也知道。15年前，端王府惨案震惊朝野，彼时我虽入太史区修学，却有所耳闻。不过周贺兰倒也没有说错，我无父无母，确实不知道阿爷阿娘被别人捏在手里是什么滋味。太史丞，请看，昨夜戌时，九娘离宫后，直接回到了府中，中间未作停留。回府后，可曾外出？崔九娘昨夜戌时回到相府，却于延寿坊被害。延寿坊与相府相隔甚远，若九娘未乘马车外出，那便是被人从相府掳走，带去延寿坊的。右相府守卫森严，断不可能有人强掳深闺娘子。昨夜九娘坐了谁的车？老实交代，否则每人50鞭。是我送九娘去的延寿坊。入延寿坊之后，九娘便让我把马车停到一处宅院外，便下了马车，之后便让我径直回去。那小院中，可还有什么其他人？漆黑一片，应当是无人。这一路上，尤其在延寿坊中，可见到一个独行的男子，身高6尺，
身材魁梧。并未见过。九娘上马车时穿的是什么衣服？啊，黄色襦裙，外加一件花色皮袄。可带了包袱啊？未带。这些丫头笨嘴拙舌的，怕说不明白。县主有什么话问老奴便是。你的意思是，县主听不懂他们说话，还得你帮他？老奴不敢。昨日是你伺候九娘的。是。近来她可与什么人交恶，或是有私情？回县主，下人不能妄议主家是非，否则会被赶出相府的。这是查案，不是议论是非。县主，小奴真的不能说。不能说，那就是知道了。我不知道。好，各位姐妹，起来吧。去请嬷嬷进来吧，告诉她，姑娘们都说得很清楚。是。求管娘子开恩，求管娘子开恩！奴婢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也真的什么都没有说。若是被赶出相府，奴婢就只能去西市影子药家那种地方做帮狗，那奴婢就真的没有活路了。求娘子开恩，求管娘子开恩！查到了，这宅子原本属于本地一富户分出去的数字，这数字短命，宅子就空了，没人敢住。后来一主给了一个胡商，我们好不容易查到那个胡商，又说已将宅子租赁给了一个叫郭华的将士郎。可找到郭华了？没，但是我把契约从胡商那里拿来了。你们就没要完引子吗？等你呢。你人真好，娘子。